大家好，我是秋平，我现在在甘肃的永昌，这里属于河西走廊嘛。这边的天气真的变化无常，5月中下旬呢，还要穿羽绒服。我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呢，其实也是古丝绸之路上重要的一个节点，在这几公里处啊，称得上是一个文化长廊，有汉明长城，大概是7公里，还有1500年左右的寺庙，还有西夏1000年左右的佛龛。最重要的是，这个地方隋炀帝来这里，唐僧也来过这里，所以这短短的几公里历史遗迹、历史文化是相当深厚啊。尽管前面的山看起来都是光秃秃的，但是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有那个夯土城墙的痕迹啊。明长城上面还有汉长城，以及呢一些烽燧。这个河西走廊真的是历史文化相当深厚啊！跨过江，跨过河流，走进戈壁，去看长城。我们先去看长城啊，等一下呢再看看其他的，因为这一块的古迹太多了。这边的环境现在还可以，一直都能听到鸟在这个水库旁边嬉戏，马上就能够看到水库了。我刚才在路边行驶的时候，发现这个水库就跟我在青藏高原看的羊湖、纳木错一样，非常漂亮啊。前方那些就是明长城，到现在看起来还是那么雄伟壮观，风还是挺大的。在这里就能看到这个水库了，有点像高原明珠。我们经常说西藏、青海的湖泊称得上是高原明珠，那这里也可以称得上的。这里是海拔2000米，远处这个水库呢是很漂亮的。这个是叫做金川峡水库，大概是修建于上个世纪59年。你看这些其实都称得上是那个长城了。我们现在主要看的就是这一块，明显的看到是一座小山，在山上面呢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洞窟，这个跟我们在重庆、四川看的很多洞窟类似。在重庆、四川那一带，很多人都说是汉朝时期的崖墓，在当地称之为蛮子洞。而在这一个地方呢，其实也是崖墓，只不过它这里的说法不一样，叫做塔龛玄奘。现在我们就来仔细看看这个地方。这样一眼望去，大家觉得是不是像一个人躺在这里？这个是头部，这个是身子。由于呢这个是跟佛教有关，所以被称之为是一个睡佛，确实挺形象的。这个地方其实就是一个崖墓群，确实挺壮观的。在这个崖壁上面非常多的洞窟啊，我们经常说一座山被掏空了一样，就是如此。这个地方的历史非常悠久啊，有1000多年了。因为在1000年前，这个地方属于西夏管制区域。大家都知道，西夏当时特别重视佛教，僧人的地位也比较高。大家看过那部非常著名的电视就知道了，当时西夏有很多僧人，吐蕃也有。那么在附近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寺庙，当时呢也有很多僧人，他们去世之后，就是我们俗称的圆寂之后，就安葬在这个地方。他这里的安葬方式啊比较独特，就是先在崖壁上面做一幅壁画出来，我们俗称的浮雕，是一个塔形。然后浮雕弄完成之后，就在塔身打造一个洞窟出来，就是我们现在崖壁上面看到的。僧人圆寂之后火化的骨灰以及舍利就放在这个洞窟里面。这些洞窟呢，塔龛呢有大有小，我估计越大的就代表他的身份呢越高，可能是这样的。
走在这里，感觉就来到了西藏那些寺庙旁边一样，或者垭口，全是这个玛尼堆啊。在河西走廊能够看到很多关于西夏的历史、西夏的遗迹，特别是佛教有关的寺庙。你像在张掖还有个大佛寺，里面呢有一个很大的睡佛，就跟我们看到的这座山一样的。在宁夏关于西夏的资料反而可能没有那么多。在这个地方啊，听说还有西夏留下来的文字。为什么河西走廊有西夏这么多资料，而宁夏稍微少一点呢？这是由于啊，在差不多1000年左右，西夏当时被元朝所灭，它的很多文明啊就被当时的元朝蒙古摧毁了。这是由于成吉思汗攻打西夏的时候，不知道是因伤去世还是因病去世，他的继任者呢，为了报复，所以呢对西夏进行那个很多破坏，从而在那个地方呢保存的资料相对来说少一点。你像西夏文字，其实现在留下来的不多啊，就是由于那个时期被破坏了。说真的，可能很多人关于西夏的了解都是那部电视，要不然大家都可能不知道。这个地方是叫做花大门石刻，因为这个崖壁跟前面一座山呢刚好有一个门，所以被称之为花大门石刻，就是这个上面的了。我们就说洞窟吧，意思都是一样的。这里是好几个，明显的看得出来，这全部是塔，中间有个洞窟，宽度可能就20公分左右，比较小啊。现在我们继续往前走，看看能不能找到比较完整的，因为刚刚看的那些都是有点损坏了，就有点脱落了。现在这里看起来都是戈壁，寸草不生的。其实在上千年前，这个地方是非常热闹的，因为这个是丝绸之路一个重要的节点嘛，一个重要的道路。特别是在隋唐的时候，这个地方还是属于中原王朝的管辖，那么皇帝都来到这个地方，你想一想，这个地方商贸能不发达吗？我们来这边看一下，这里有好几个，不知道有没有完整的。哦，看到了，离刚才我们看那个崖壁100米处，这里也有几个塔龛，保存的还比较完整。这明显呢就是一座佛塔，也看得比较清晰，保存的也比较完整。这个佛塔跟我们看的有点不一样啊，这个是藏式佛塔，因为我们如果去那个藏区的话，这种呢是比较常见的。这个就是我们一开始说的，是高僧去世之后，请工匠在这个崖壁上面雕凿一个塔出来，就是浮雕，然后呢在这个塔的中间弄一个20米左右的洞窟，就是佛龛一样，把那个骨灰或者舍利放在这里。这个地方应该说是没有太阳那么照射，所以相对来说保存的比较完整。这种塔葬方式呢，真的是比较少见的。这一块应该说是整个塔龛最密集的地区。还有一个最大的，那么这个最大的会不会是当时那个附近寺庙的主持方丈圆寂之后，在这里呢？这个塔其实已经风化的差不多了，但是我们可以上去塔龛里面看看，看看里面还有什么。哎呦，这里面是现代大家来这里祭拜放了一些东西。在这里最独特的应该就是这个洞窟里面的这个字了，大家认识吧？其实这个是一个西夏字，据考证呢就是我们的汉字佛。因为西夏文字保留下来的比较少啊，那这个就
在这里能够证明这是西夏时期开凿的一些塔龛、洞窟。旁边下面呢就是写了一个29年，应该就是说那个时期雕刻的什么时代呢？这里应该属于元朝吧。在这个洞窟里面，第二珍贵的就是这个雕刻，这有2匹马，叫子母图，就是一匹是母亲，一匹是儿子吧。这应该说也是非常珍贵的。那这个西夏高僧的塔龛玄奘我们就看完了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